大家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到来。我们很荣幸有这么多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这充分说明了国务卿卢比奥和他的团队在解决关键矿产问题上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只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很荣幸各位的到来，也衷心感谢大家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对话。我知道今天接下来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讨论，所以我想尽量简短一些。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杰出的国务卿，是他促成了这次会议。马可做得非常出色。当他今天请我来发言时，我说：“这是你的地盘，你为什么不来发表演讲呢？”他说：“因为我有5份工作，而你只有1份，所以我想我还是帮马可一个忙吧，因为他还是档案管理员、白宫官方花艺师，除了国务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所以我来开个头，然后他会接手。不过，让我简单说几句关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我记得在我们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之后，美国总统曾与我、马可和内阁的其他高级成员交谈。他当时谈到，确保全球经济在未来许多年都能获得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是多么重要。当然，这也是我们对委内瑞拉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在石油这个极其重要的资源中具有如此关键的地位。尽管我们谈论现代经济、数字经济、高科技经济，但总统说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应该为我们思考未来增长提供很多启示，那就是尽管数据中心技术以及我们都在努力的这些令人惊叹的事物都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经济仍然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事物之上的，没有什么比石油更实在了。我想补充的是，也没有什么比关键矿产更实在了。我认为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很多人都以某种方式艰难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对这些关键矿产的依赖程度有多深。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明白我们今天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之所以说共同，是因为这正是卢比奥国务卿倡议的核心，也正如他所说，是我们整个政府努力的核心，那就是认识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联盟和友谊能够真正的互相帮助，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划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代表了全球近2/3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们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更加自给自足，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我们知道，当今的国际关键矿产市场正在失灵，它未能为我们的劳动力创造国内市场或有尊严的就业机会，也未能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供应链依然脆弱并且高度集中，资产和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受到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打压。现在在座的各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或者说累计有多少次听过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的某种版本？一个锂矿，一个镓回收中心，诸如此类，被宣布成立，有时经过多年的规划，资金也几乎到位，然后一夜之间，外国供应涌入市场，价格暴跌，投资者撤资，项目停滞不前，最终胎死腹中。我们所有国家都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结果是在全球市场中，持续的投资几乎不可能实现。只要价格波动不定，难以预测，这种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倡议来解决的问题之一，让价格更可预测、更稳定，这样我们就能支持国内供应链，以及使这些供应链成为可能所需的投资。现在，在欧洲、北美各地，有数十个采矿和加工项目被暂停或彻底放弃，因为持续的价格疲软使得融资变得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拥有深厚资本市场的发达经济体发现项目无法覆盖成本。同样的故事也在世界其他地方上演。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全球采矿投资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包括来自在座许多国家的投资，能够真正落实到实际项目上。我们规划，我们思考，
我们甚至投入了一点资金，我们做了监管工作，但很多项目都胎死腹中。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矿藏是存在的，我们已经绘制了大量的矿藏图，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被开采和加工，但只要投资者缺乏信心，认为这些市场无法长期保持稳定，以证明长期投入的合理性，资本就无法进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即使在美国，即使川普总统和整个政府已经做了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来取消许可、开放监管环境，我们已经获得了私人融资。但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美国，一些项目仍然难以吸引投资者。我们看到了市场扭曲到面目全非的明显迹象。一个惩罚战略投资、惩罚多元化、惩罚长期规划的市场，这太疯狂了。我们应该拥有那种奖励长期规划、奖励战略思维的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现在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位都已依赖于我们未曾选择且目前无法控制的安排。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脆弱性，获取那些保护我们人民、维持我们生活方式的必需品，从导弹防御系统到能源基础设施，从先进制造业到新兴技术，无所不包支撑这些产业的基础供应链，有时会在眨眼之间消失，而我们这些在座的国家却无力控制或施加影响。我们川普政府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的职责，是人民政府的职责。这个政府在1年前刚刚当选，我们希望共同应对这些问题。我想你们都在这里，至少我希望你们都在这里，因为你们都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现在我们政府于去年1月上任，仅仅1年多前，带着明确的使命，让美利坚合众国重新工业化，并将美国工人重新置于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我想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关于我与我们的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2位杰出人士、2位杰出的商业领袖进行的第一次会议之一。我记得我说，听着，我们对拜登政府有我们的看法，正如你们可能已经猜到的，我们并不是特别喜欢他们。但是抛开这些不谈，拜登政府肯定已经整理出了一份关键产业、关键技术，以及由这些稀土矿产、这些关键矿产所支持的关键制造设施的清单。我们可能认为这份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可能认为编制这份清单的人并不特别明智，但肯定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基础。当我们的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回来告诉我，实际上政府从未做过这件事时，我感到震惊。在过去的4年里，拜登政府从未坐下来试图了解全球供应链中存在哪些关键缺陷。这太疯狂了，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这简直是疯了。但在短短1年内，美国总统已经达成了数十项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内和国外生产商都参与其中。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为我国以及我们的许多朋友建立持久的端到端供应链。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动用了公共融资工具，为战略资本办公室提供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贷款授权。马可现在也是风险投资家了，他身兼数职，我们推翻了旧的传统观念，直接入股了高价值的采矿和加工公司。自1980年以来，也就是在我出生之前4年，美国就没有在国内建造过一座初级冶炼厂。仅在上个月，我们就宣布了2座，其中1座已经获得了全额资金。周一，川普政府宣布了金库计划，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内关键矿产储备。通过这些举措，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新工业供应链网络，覆盖全国。我们将为美国劳动力创造高薪的技能型工作。这些优秀的工人将为美国家庭，我相信也为世界各地许多人开创一个繁荣的新时代。但我们力求确保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也能参与其中。
并且你们的利益也得到保障。我们在这里的目标以及我们举办这次会议的原因，是为了协调贸易政策、发展融资和外交接触，以实现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多元化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供应，同时加强那些在此共同努力中帮助我们的伙伴国家。在过去1年里，本届政府已经与在座的许多各位与许多政府签署了协议，启动了多项联合倡议，并投入了大量资源。我们的工作范围涵盖了不同的地区和价值链的所有阶段。我们召开这次部长级会议是为了加速这项共同的工作。因此，今天上午，川普政府正在提出一个具体的机制，以使全球关键矿产市场恢复到更健康、更具竞争力的状态，即建立一个关键矿产优惠贸易区，通过可执行的价格下限来保护其免受外部干扰。我们将为关键矿产的每个生产阶段设定参考价格，这些价格将反映真实的公平市场价值。对于优惠区的成员，这些参考价格将作为通过可调整关税维持的下限，以维护价格的完整性。我们希望消除那种人们用廉价关键矿产涌入我们的市场，从而削弱我们国内制造商的问题，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一旦他们削弱了我们国内的生产商，他们就会离开市场，然后那些削弱他们的人就会把价格抬高到一个完全不公平的水平。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成员国共同在盟友和伙伴之间形成一个贸易集团，一个既能保障美国获得美国工业实力，又能扩大整个区域生产的集团，其好处将是立竿见影且持久的。无论有多少材料流入全球市场，优惠贸易区内的价格都将保持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这个区域内的目标是创建多元化的生产中心、稳定的投资条件，以及能够抵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外部干扰的供应链。对于那些加入的各位，我们为你们提供私人融资的必要基础，以及在紧急情况或其他突发事件中，你们国家所需的关键矿产供应的安全获取途径。通过规范进口，以维护优惠贸易区内的自由和公平竞争，我们将提升我们国家的矿工和精炼商，以及我们的投资者和生产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需要创造经济激励，奖励那些在我们的国家投资和建设的人。成员资格对于寻求扩大采矿能力的发展中经济体至关重要。对于依赖这些材料来维持其先进产业、维持其增长和安全的发达经济体也同样重要。我想向在座的每一个人明确表示，虽然我们相信美国市场足够大，可以创建自己的关键矿产贸易区，但如果我们共同建设，这项整体努力将变得更强大、更具竞争力。因此，我很高兴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已经签署了这项计划，有些人还没有。对于那些尚未签署的，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鼓励你们尽快敲定这些协议。现在，我知道你们将听到我们政府中许多其他人的发言，包括我们伟大的卢比奥国务卿，我认为他确实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务卿，以及我们团队中的其他高级行政官员。我知道我们的伟大贸易代表格里尔大使将进一步详细介绍他将谈判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关键矿产贸易协议。了解詹姆森的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而且将是一次非常详细的会议。正如所有了解詹姆森的人都知道的，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因为他知道协议的实质内容正是在细节中形成的。所以我想结束发言，但在那之前，请允许我重申，我们在这里，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是朋友，我们都花了许多年时间来描述这个问题。在我从政之前，我就经常听到政客和全球领导人谈论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它，但却拒绝真正解决它。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改变，它是一个切实可行、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抱怨。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帮助我们设计了这个方案，我们当然也在实时的共同构建它。所以对于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我想说，让我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一起行动。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领导的机会，一个确保你们国家建设、生产和自卫能力的机会。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一个我们除了彼此之外，再也不必依赖任何人来获取维持我们产业和经济增长所需的关键矿产的机会。因此，我建议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塑造一个配得上我们国家那些依赖这个市场的伟大人民的市场。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你们的出席让我感到荣幸。总统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我期待着我们共同取得的一切成就。愿上帝保佑大家，祝大家今天愉快。谢谢你，副总统先生，你们看到了，我也得把我的牌子放在这里，所以这是我的另一项工作，我负责标牌。开个玩笑，谢谢大家的加入，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真的非常荣幸，你们所有人都能远道而来，参与这个如此重要的话题。我还要感谢副总统今天上午的到来。我认为让大家听他发言很重要，因为这是本届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正如我所知，这也是我们许多合作伙伴的优先事项。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这个论坛和我们的地位，就这个真正需要多边国际解决方案的国际问题、国际局势或国际议题，发挥召集者的作用。我不需要向在座的任何人解释，关键矿产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至关重要，他们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业和国防提供动力。这一点虽然谈论的不够多，但却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的全球市场，一个持久的全球供应，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给每个人、每个国家。这是本届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我想简要谈谈我们国内的政治或国内政策，主要是为了作为一个例子或提醒，说明我们对这个话题的重视程度。川普总统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明确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我们例如在3月，他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增加国内采矿，并在国内外建立可靠的供应链。我们认为你们所有人，我们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都将从我们希望大力建设的安全供应链中受益。仅在10月，美国就在5个国家达成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协议。例如，在12月，我们在和平归峰会上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利益攸关方。谢谢你，雅各布。做了那个工作，我们的努力正在启动一个致力于建立有韧性的硅材料供应链的伙伴关系。这个供应链能够为全球繁荣的新时代提供动力。和平硅和人工智能可能是未来，然而，除非我们重建这些技术所依赖的工厂，并重新开放矿山，这样的未来可能永远不会实现。我想用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来强调这一点。美国过去曾经生产自己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磁铁等衍生产品。早在1949年，加利福尼亚州山口的矿工们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之一。到1952年，美国就在那里开采稀土。那次发现引发了一场革命，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今天在座的许多国家的创新者纷纷致力于发现这些矿物的新应用，并随着这些新技术，
我们迎来了喷气时代，我们迎来了太空时代，我们迎来了计算机时代，然后我们被蒙蔽了，被这些金属所赋能的技术潜力蒙蔽了，我们忽视了它们的重要性。采矿不如制造计算机那么光鲜，它不如制造汽车或飞机那么光鲜，但制造计算机、汽车和飞机又不如设计它们那么光鲜。当我们拥抱新潮和光鲜的事物时，我们却将那些看似老旧和过时的东西外包了出去。例如，我们允许山口矿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大部分关键矿产工业逐渐衰落和消亡，以便我们能够专注于制造业，然后我们又将制造业外包了出去。我知道我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但这也是今天在座的许多发达经济体都非常了解的故事。我们将制造业外包出去，以便我们能够专注于设计这些产品。然后有一天，我们醒来，意识到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经济安全和我们的未来都外包出去了。我们曾受制于那些控制这些矿产供应链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齐聚一堂。这是纠正这个错误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我们要汇集我们共同的创新才能，因为我们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只会越来越大，并将其应用于让制造业回归，让矿山在美国以及今天在座的所有伙伴国家重新开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大约50年前，就在这个房间里，世界各国的部长们曾与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参加了华盛顿能源会议。那次会议召开时，全球能源供应高度集中，市场扭曲，获取单一关键资源，当时当然是石油，已成为一种政治施压工具。那就是50年前的世界。那次会议直接促成了国际能源署的成立，旨在协调志同道合的伙伴，确保能源商品的获取。因此，今天50年后，我们再次聚首，希望在这方面推动双边关键矿产框架协议，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些框架旨在创建替代供应来源，并保护生产的每一个阶段，从采矿到精炼加工，再到制造，所有这些环节保护他们免受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他们将提供政策协调平台，确保我们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充足且价格合理的重要矿产。因此，我们已做好准备，并打算与今天在座的每个国家合作，找到你们可以发挥的专门作用。如果你们没有矿产，你们也可以帮助提炼它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国家包括关键矿产产品的最大消费国，他们共同拥有购买力，可以建立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的全球市场。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希望这次会议不仅能带来更多的聚会，还能带来实际行动。随着我们进入这个共享繁荣与安全的新时代，美国将与你们每个人站在一起。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们打算发挥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并利用我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来推动这项工作，但这仍然是一项国际性的多边努力。只有在多个国家广泛采纳的情况下，这些市场才能实现多元化和选择。所以今天这项倡议可能始于我们，但这并非仅仅是美国的一项倡议，这必须是一项国际性的全球倡议，由所有志同道合、拥有共同目标的国家共同推动。我们希望看到关键矿产供应的多元化，以及全球安全且有韧性的供应链。这样，我们所有的经济体都能繁荣发展，而不会让这些东西变得脆弱，最坏的情况下被用作对抗我们的筹码，或遭受任何其他可能破坏我们集体经济安全的市场中断。所以，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其中，我们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议程。火警部长，我想请您首先发言。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其中。非常感谢国务卿、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来宾，我是日本外务省政务官霍景言，我非常荣幸能代表日本政府，就我们今天共同面临的最紧迫和关键的问题之一——关键矿产供应链，向大家发言。请允许我首先感谢我们的东道主。
我衷心感谢美国在召集今天的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方面所展现的果断领导力。我首先要呼应副总统万斯和卢比奥国务卿的讲话。日本对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深感担忧和紧迫。关键矿产位于供应链的最上游，广泛应用于各种行业。其稳定供应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正是为什么日本在高市首相的领导下，加倍努力实现关键矿产供应来源的多元化。最近，日本将关键矿产指定为新倡议下的优先领域之一。该倡议旨在促进大胆的战略投资，以增强日本的韧性并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在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将加快努力确保上游来源，同时我们将在下游采取灵活措施，例如与今天在座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实现采购来源的多元化。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已经亲身经历了供应链中断，甚至在最近几个月，这个挑战进一步恶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因为任何供应链中断都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应对这个挑战。为了防止此类供应链中断，关键在于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包括对地理位置集中的关键矿产的精炼和加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促进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伙伴之间的合作。考虑到这一点，我期待着在下一场会议中启动资源地缘战略合作论坛。日本坚信，这个论坛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工具，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供应链多元化并确保政策协调。日本随时准备积极参与讨论，以进一步深化与伙伴的合作，并确保这项倡议的有效实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前发展呢？在供应方面，多元化至关重要。多元化而非集中化，才是我们具备韧性的原因。这必须是我们主要的指导原则之一。在此背景下，我想花点时间简要介绍一下日本迄今为止的努力。在这方面，日本一直与美国以及全球各地的利益攸关方合作，推行各种项目，供应来源多元化和增强供应链韧性，多年来一直是日本的首要任务。我们也相应的采取了政策措施。早在2022年，日本就颁布了首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并设立了以关键矿产为重点的新项目。同样重要的是，日本一直在实施公共和私人支持措施，包括扩大 JOGMEC 的投资框架，提高允许的投资比例，并拨付总计35亿美元的预算。围坐在这张桌子旁的有许多伙伴在稀土元素以及其他重要关键矿产的生产和精炼方面拥有巨大潜力。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国、名单很长。
不胜枚举，日本决心与大家建立稳固的伙伴关系。随着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我们将加倍努力，确保替代供应来源，并建立更具韧性、更可靠、更安全的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克服关键矿产供应的脆弱性，以及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随着资源地缘战略合作论坛的启动，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在需求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非市场政策或做法生产的关键矿产及其衍生物，以扭曲的价格竞争力排挤其他产品，并不公平地垄断全球市场。日本将与包括美国、欧盟以及在座各位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将努力建立一个有效的有产业参与的机制。在这方面，日本高度赞赏美国果断的领导力。尊敬的各位同事，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对我们的使命和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共同发挥我们的优势，使我们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更具韧性。日本坚定不移的决心在各个方面，包括需求和供应、采矿和精炼、上游和下游，与各位作为值得信赖的伙伴合作。日本已准备好加强与各位的协调与合作，让我们共同创造有意义的改变。